大家好，我是阿文。那今天我跟毛毛就来到了沙溪古镇。那我们就先不介绍这个沙溪古镇先，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去赶集。当然都叫赶集了，当然都是很赶的啦。那所谓赶集，其实就是比平时大一点、热闹一点的传统市场。那通常不是每一天都有的，通常是一个星期一次，或者是一个月一次。那每到赶集的日子，周边的居民都会参加，然后他们利用这个赶集的机会，就会做一些买卖。有一些人是做买的，有一些人是做卖的。那么50块减黑，一点点就好了，一点点。不减用给我这么多的，阿姨。减黑头，减黑头是手感减黑了，你尝一下。好，谢谢。这是好吃，蜂蜜香，我们这个，就是，还可以，的确很好吃。蜂蜜香了。你少要几个可以不啦？可以。我游客吃不完，拿不动，到时候。要2-3个也可以了。太重了。下面有重的。哎，喝茶，谢谢，喝点茶，别吃了。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的卖，包括一些日用品、农产品。大家可以看到本地产的水果和蔬菜，这些都是居民他们自产自销的。当然还有卖肉的地方了。这些本地居民都挺喜欢用这个竹篮作为背包的哦。他们买完东西就可以直接把东西放到这个竹篮上面，看起来还是挺方便的。像你说的，这种是放东西的，又不是背的。95，这个85。这个就是毛毛的新装备。我们走了一圈以后，他就看上了这个。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那我们回到了沙溪古镇，毛毛的这件新装备是不是挺吸引眼球的？那我们正式介绍沙溪这个古镇。沙溪古镇它并不算大，但是它就小而精。这里一草一木都好像修整过一样，非常整洁干净。大家看这个清澈的小溪，贯通了整个小镇，但是小溪里面的水依然是这么干净。那平时这里也不是很多游客，所以整个小镇的氛围都是偏向于慢节奏和安静的。沙溪古镇就是我理想中古镇的样子，没有热闹的商业街，然后也没有清晨音乐伴手礼，有的更多的是本地人在这儿休息，搬着小板凳晒太阳，所以我非常喜欢这里。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的游客，感觉在大理待久了就更想来到沙溪吧，就像个后花园一样。小镇里的商铺和民宿都是比较有特色的。在这里的商铺虽然不是每一间装修的都非常好，有时候甚至门面会比较旧，但是从他们店里面的一些细节来看，他们是有用心去修整过的。沙溪这里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非常多的狗。那我就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居民和店主平时都比较无聊了，
需要来养一只狗来陪伴一下。那沙溪古镇的历史渊源比起双廊来说，那真的是厉害多了。沙溪古镇完全的可以讲得上是一个千年的古镇，它的历史渊源完全是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，是不是很厉害？那沙溪古镇在唐朝的时候已经是成为网红的了，因为在茶马古道上，其中有名的古市集之一就是在沙溪。那沙溪的古市集就是在这里，志登四方街。虽然这个古市集随着茶马古道的衰败，现在已经不再使用了，但是四方街这里呢，依然成为沙溪古镇的核心地带。首先是因为它这里有着沙溪古镇的地标之一古戏台。那古戏台是白族的传统文化之一，白族的村子通常都会有古戏台，就好像双廊那样。而沙溪这里的古戏台比双廊的古戏台更有这个历史厚重感，我个人是更喜欢这里的。那沙溪的古戏台已经是被列为重要的文物保护对象，所以平时要不是重大节日的话，一般是不会拿来使用的。那它因为是沙溪的地标嘛，平时游客也是会过来打一下卡、拍一下照那样子的。那这里当然是拍摄传统服装和写真的好地方啦。那四方街这里除了古戏台以外，还有一个重点的文物保护对象，这就是新教制。那新教制是建于明朝时期，那它的建筑风格也有融合了一些当地白族的建筑风格在里面，所以大家第一次看到这个寺庙的时候，会不会有点感觉是跟其他寺庙不一样的，但是又感觉不出哪里不一样。那新教制是属于佛门的密宗寺庙，所以它门前的哼哈二将的样子也是有一点特别的。那新教制平时是免费开放的，但在我拍摄的当天呢，大殿是没有开放的，所以我就没有拍摄到。这里就是沙溪的本主庙，所谓的本主就是本净佛祖的意思。那这个本主崇拜是白族的特有宗教文化，它是有点像我们的土地庙的概念。这个地方的本主就是这个地方的守护神，然后这个地方的居民就会建一个供奉这个本主的庙进行供奉。那这个故事教训我们，请在录影之前一定要测试一下这个麦克风是不是好的。平时这个本寺庙是开放给居民跟游客参拜的，那运气非常不好，
我们去的当天它刚好是关闭的，那就没办法进去大殿去参观了，那就只能看以后还有没有机会来参观一下了。离开了沙溪，我们就向隔壁的华龙村出发了。华龙村就是在沙溪的对面，在他们村镇之间有一大片绿油油的稻田，远看起来还是非常漂亮的。那离开了沙溪古镇，我们主要是逛3间咖啡厅。那这3家咖啡厅都各有特色，我们一间一间来看一下。首先我们来到的是半山咖啡。半山咖啡当然就是在半山的了，那因为它这里优秀的地理位置，很容易就吸引了一大批慕名而来的游客。从这个半山咖啡的窗口往外看，就很容易看到沙溪古镇的全貌。所以不妨想一下，如果你在这里点了一杯咖啡，在品味咖啡之余，还可以欣赏沙溪的美景，是不是又是一个很好的下午？这里就是先锋书局兼咖啡厅，这里的确是一个书店，因为咖啡厅跟书店分开了，但是他们也是同属于一个院子。那我们过来的当天呢，因为他们本地正在修理这个电线，所以咖啡厅当天就暂停营业，所以我们也只能在书局这一边逛一下。那先锋书局这里出名，它也不是因为它的咖啡出名，而是因为这个书店才出名的。那先锋书局其实也不是很大，也就只有1层，基本上可以说就是这么大。那这个书店最有名的就是这一面非常高的书墙，看起来是不是非常有霸气？很多游客都是为它慕名而来的。那书店除了提供书可以买以外，它还有很多纪念品是可以买的。那逛完这2间咖啡厅，我们就可以从华龙村回到沙溪了。那2条村子之间直线距离只有1公里，所以就算走路也不用很久。因为走路的关系了，所以我们可以穿过这一大片的水稻田。这里的环境是不是也很漂亮呢？现在是秋收的时间了，所以稻田里面的水稻都已经熟了，随时都可以收割。虽然稻田对我来说也不是很新鲜的东西，但是一大片的稻田跟这个城镇结合起来，就组成了一片秀丽的风景画。乡间这片宁静的田野，真正让我意识到我已经远离了那片喧闹的世界，离开那个喧闹的城市，来到这里住上一段时间，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挺好的计划，这样就可以完全享受这份乡间的宁静。那今天我们就来逛最后一间的咖啡厅，这间就是山顶咖啡。当然山顶咖啡当然也是在山顶上的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在很努力的正在爬上去。值得一说的就是这个山顶咖啡厅的老板，他是一个非常怪的怪人，所有客人要进来这间咖啡厅都要提前跟他预约，要是不然的话他是不会有好脸色给你看的。那山顶咖啡也不是在沙溪里，它距离沙溪古镇有 3.5 公里，它位于这个灯塔村的旁边一座小山上。那山顶咖啡它是在于一家民宿里面，有一个挺大的四合院，你可以在这里点一杯咖啡，然后再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位置，再慢慢欣赏一下这里的环境。这就是山顶咖啡的正确打开方式。那灯塔村这里的环境的确是不错的，那我个人认为灯塔村这里是发展潜力巨大，很有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沙溪啊。
喝完咖啡，我们就回到了沙溪。那到底还会发生什么事呢？这位先生年轻沙溪卓别林，平时他就会 cosplay 成卓别林这样子的，然后他一般会在四方街这边活动，但是他就不是那种博眼球，然后为了跟你拍照再收钱的那种。但是你如果找他拍照的话，也是来者不拒了。那因为我在沙溪也住了一段时间，所以我们大家都很熟了，变成朋友。于是我就问他，你每天在这里到底在做什么呢？然后他就回答我，他在这里就是为了给其他人带来快乐，只要其他人快乐，他就会快乐了。他说看到别人开心就是他快乐的来源。这里就是东寨门，是沙溪古镇现存保留的最好的城门之一。东寨门又叫街子门，以前的人就是从这道门进去它的古市集的。那我们从东寨门出来，就可以看到这一座有名的古石桥——玉金桥。以这个石桥为背景，这里的环境是不是很美呢？这一条河叫黑卫江，非常的长，几乎横跨整个山谷。以前的居民的饮用水都是靠它了。沙溪这一片山谷，四面环山，城镇依山而建，中间一大片绿油油的稻田，共同组成了这一片这么优美的环境。也许这里就是我心目当中的世外桃源。有人在繁华喧闹的城市追逐着自己的梦想，也有人在邻近的山村过一些平静的生活。有时候你也必须承认，这种简单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幸福和快乐。回首也标准在直达，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向光阴的长廊，脚步声叫嚷，灯一亮，无人的空荡，晚风中闪过几阵奏响啊，飞之中旋转，已不见了吗？远
世界不是不想。